比特币在小级别上又画了一扇门，这对比特币的盘面有什么影响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从日线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比特币正在测试25000。那目前呢，我们是走得越来越离25000很靠近。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过去，其实在前期震荡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暴跌完成过后我们是大约在$26,000左右，一直到26700这个位置做震荡。我们还没有贴近25000，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当前的盘面它已经越来越贴近25000做运行了。我们这几天收盘价呢，实体部分呢，它都还在逐渐的降低，甚至我们在前几天呢，收盘价有在25500-600左右，这个其实跟我们刚跌下来的时候已经有蛮大的差距了。那再来，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一样都是下跌，碰到25000左右的支撑，其实两次呢，它走的非常不一样。当我们在第一次下跌碰到25000的时候呢，中间它经历过拉盘过后，它都有维持一段时间在一样的价位，后续才产生下跌的。不过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碰到25000之后呢，所产生的反弹它是立刻拉上来，然后又立刻被打了回去。那可以表示盘面在此处呢，完全没有任何的需求如果有需求的话，那价格都应该在比较高的位置维持一段时间。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呢，则是拉升过后，它又立刻被打了回来，直到我们又再次碰到25000。那我们碰到25000过后呢，我们在这个位置呢，画了一扇大门过后呢，它在震荡过后又画了一扇小门。那这扇小门呢，它其实走的呢，跟前面这扇大门有异曲同工之妙。它都是拉升过后呢，虽然说第二次拉升的不多，但是拉升过后，我们在高的位置，也就是大约在$26,300左右的价位呢，并没有做任何的停留，又立刻被打回我们原本的起涨点其实跟前面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那可以表示我们在此处呢，其实需求已经被耗尽了，跟前面这个情况呢是不一样的。前面我们都有看见多空博弈的过程，不过后面呢，我们绝对可以说是空头完全的优势，绝对的优势。我们把级别再切小一点，我们切到4小时。其实4小时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注意。虽然说我们昨天拉盘的非常猛甚至呢也有群友说，牛回速归是不是我们接下来又要走多头行情不过呢，我们从4小时来看我认为我们任何的拉盘它只要在短期内呢没有站稳在$26,300-400左右的这个价位呢，那不管它拉盘拉得再猛，拉得再快，涨得再多，我认为对盘面的注意都不大。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大约在$26,350的位置它就是前期的互换，包括我们在前期呢有扮演过支撑的角色，然后这个位置有阻力嘛这里有小小的互换，然后我们后续呢，你可以发现这里上不去，然后这个位置呢，它试探了一下之后发现上不去，然后我们又选择回落，所以它拉涨归拉涨，它涨得确实是快，但是呢，它并没有越过非常明确而且重要的价位就大概在$26,350左右，它并没有越过的。那如果越过的话，我认为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就有机会再震荡的更久一点。那如果我们看形态的话，其实我们在前几天呢也有为各位提到，我们在这个位置它走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头肩顶。那当我们在一段日线级别它是空头走势的背景之下呢，我们出现头肩顶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看空的信号我们之前呢是取这里小小的上涨作为右肩，不过如果我们观察左右肩的这个比例可以发现并不太对等但我们这波拉升过后呢，你就可以发现它的左右肩它的高度呢其实已经对等了。你可以发现它上涨的幅度呢并不会相差太多那如果说拿这个的话，确实有点牵强，但现在这个拉涨出来过后呢，其实我们右肩我们认为就已经找到了。那根据头肩顶呢，我们是要在跌破颈线的时候介入一张空单。那当然我认为这里如果下破的话呢，从$25,000下破，它会是一笔非常大级别的下破，因为毕竟25000呢是很重要的心理价位，也是很多人认为多头最后的底线也就是只要25000被跌破，我相信多头是会气力放尽的，因为再也不会有人相信这个位置它还是上涨的中期，还会继续往上涨。我们需要深度的回调之后呢，才会比较有机会的。如果25000被跌破的话，我相信市场上都会这么认为的。那根据头肩我们必须在价格突破右肩之前下破，不然这个头肩就会失效了。
那右肩的位置呢，其实也是我们可以放置止损，还蛮不错的位置。其实离现在大概就$500的左右的距离吧。那如果我们要安全一点的话呢，其实最好就是等待它下破颈线的时候，尤其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前低点哦。前低点呢，我们已经来测试了4次，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前面这个位置1次、2次、3次，后面第4次。那如果说我们测试的频率越高呢，次数越多，其实我们到最后爆破的机会其实就越大。那我们可以一起观察一下这个机会。那再来呢，其实我们在之前啊频道当中我们都有提到，在这个地方它出现了一个楔形。那这个楔形它确实也上破了嘛，不过你可以发现它没有突破很重要的价位，它又往下回落。那这个楔形以现在来看呢，就是已经完全失效了。我们可以再把级别呢再切小一点点，我们切到1小时。切到1小时的话呢，你就可以发现，其实行情它还在盘整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昨天只是微微的突破了这个地方，又更小级别的这种互换，但是我们在大趋势来说呢，这波上涨它完全没有改变任何趋势上的结构。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吧。以太坊的话呢，我们从周线啊正在面临一个周线的趋势线，你可以发现在这个地方，一次接触，2次、3次。那如果说我们从这边下破的话呢，我相信我们会跟比特币在跌破周线的趋势线一样产生的效果，就是直接啪爆破。所以这里下破的机会呢，是我个人会非常非常注意的。那当然，在周线上我们一定要有量能配合。那我们切到日线，我们可以发现，它目前感觉就是贴着这条趋势线在运行的。你可以发现下面针尖的地方。那往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大约在$1700的位置，它有一个互换在这个地方，都扮演着阻力嘛，然后这里有支撑，然后这里呢又扮演着阻力。我认为我们在下破之前呢，我们是不应该再重新站稳，回到$1700之上的。你可以发现这个地方，它有测试过一次。那这个地方我就认为，如果我们还会下破的话呢，我们就不应该再以任何的形式回到我们$1700的上方，尤其是我们前面这个高点，它可以作为我们这一波行情的判断的基准。那当然，我个人如果说下破的话呢，我们可以等待一个下破做空的机会。那切到小级别上，其实昨天以太呢，它确实有出现拉盘，甚至前天呢有出现比较大的这种插针但是我们整理的方式是一样的。如果说价位呢，它没有重新站稳在$1600的上方的话呢，那不管盘面拉的再快再猛，我都认为它没有破坏整个盘面的结构。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非常欢迎各位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如果你是 KYC， 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呢，你只要 KYC 入金$100，不用交易，你就可以领取$30的现金。现在改成$30的现金了，会直接打到你的钱包里面。而且呢，你可以直接把这$100加这$30直接提币走，完全没有任何问题。非常欢迎各位点击下方链接，一起来拿这免费的奖金。加密货币行情具时效性，如果你不想错过下一个交易机会，请按下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加入 YouTube 最赚钱的比特币中文频道。